烟熏腊肉是瑶包待客的首选名菜。庞玉贵是做烟熏腊肉的行家，放点盐，加点高度的白酒，一般都是腌2至3天左右。一般都係細火慢慢酸，酸耐啲時間。每日係酸到4到5個鐘。嗱，呢啲辣肉而家瞓咗20幾日啦，而家都好乾啦，瞓得越耐咧，佢就呈係黑色嘅。历經半個月，臘肉表皮被炭黑、碳酸鹽等物質重重包裹，阻斷了外部細菌的入侵，從而久存不變。想要洗除這層堅硬的外殼，山里人的秘訣是草木灰。農村講嘅就係灰水，一洗就好乾淨。臘肉與辣椒是天造地設的絕配，這是複合多變的五味體驗，燻得淚流滿面，辣到接近疼痛，口感柔韌耐嚼，味道鹹香刺激。清蒸更考究臘肉的質量，臘肉切厚片，無需調料，只需蒸10分鐘，香味四溢就可取出。蒸燻肉紅白相間，適合下酒。山里的冬天黑得比往常更早，外面朔風正緊，屋里面卻是另一番熱鬧氣象。臘肉很香，今日係冬至，團圓飲九江，越飲越有，嚟大家一齊舉杯。3五親友，一碟臘肉，幾杯小酒，巡山涼透的身體暖了，遊蕩的靈魂回來了。拜祭是用慈菇，寓意着財丁興旺。就是因為慈菇的身形，喜歡講意頭的老廣們把慈菇指定為春節宴席祭祀祖宗的必備食材。惠東縣獨光村南北兩面丘陵起伏，雨水順勢聚集於村中平坦處，造就水生作物得天獨厚的生長條件。習水的慈菇在這裡已經生長了數百年。樹菇嘅葉咧，就像係尖條，花咧有重貼嘅，有單片嘅，垂芽寸有600秒嘅左右。邱玉興是一名老兵，退伍後辦過鞋廠，種慈菇還是最近2年的事。喺咧村面種樹菇，對於我嚟講，就係個故事。然後咧，我自家仲要撥款嘛，來去做個實驗。慈菇有很強的適應性，陽光充足、氣候溫和的地方都適宜生長。但是，有一種病對慈菇是致命的。疱疹、濕疹病，在9月嘅時候啊，現在6歲以下天氣下降，2年了更咧都有感染了。好在村裡有種慈菇的技術能手。吳偉天和慈菇打了20多年交道，邱玉興每次遇到問題，肯定是第一時間去找他討教。有傳染嘅，樹菇你種落去嘅先時候，生長期8-3年，肥多咁嘅，少咁嘅，又好膠氣，好小氣嘅，水啊各方面都看出嘅，所以種樹菇時間好長，也好辛苦。深秋是慈菇的最佳採摘期。太難過啦！一個愛鋤嘅時候苗，我攞佢淺以後嘅，然後嚟講你鋤就方便。挖慈菇考究技術，但想慈菇賣相好，就必須時刻警惕手上的動作。像你鋤爛呢嘅係俾咪就黐片咯，超市賣都賣唔到價錢呢。農業充滿風險，豐收未必能掙錢，價格走低，那就是白忙活一場。3-4塊錢哪裡有錢啊？
最少要5块钱以上才可以赚到人工钱啊。刺菇的价格为何波动起伏如此之大？數日嘅樹菇保鮮嘅時間係要限嘅。如何延長刺菇的保質期？現在藝上咧攞件嘢嘅樹菇放下嚟啲嘅凍庫來，如果保鮮咧叫，以後咧嚟啲長年都有樹菇出樹嘢嘅價錢，就可以從啱農民嘅樹種嚟，係帶奶嘅，係社會嘅。獨光村出產的刺菇個大均勻，是附近一帶品質最好的。刺菇破開之後，白色微黃的肉質因富含澱粉而顯得細膩。豐收的喜悅總是要體現在餐桌上才夠味道。新鮮的刺菇與富含油脂的肉類是絕配。切成滾刀塊，淋上花生油拌勻，醃製10分鐘，再把自曬辣味鋪面，蒸上20分鐘，就是一道征服刁鑽味蕾的家常菜。刺菇焖豬肉是當地應季大菜，把新鮮五花肉切厚片，用花生油和南乳爆香後，加入刺菇，倒入適量清水焖煮20分鐘。不要去鏟，鏟它的時候就會苦的。香味噴湧而出，這個香味是新年將至的信號，拉開老廣踏上歸途、合家團聚的序幕。大家辛苦了哈！先啲健康啊，樹菇啊，要發要香啊，好香哦，純香辣。咬咗之後香很哦，湛江連江市素以美食出名，龍兒是當地人對鹹淡水交界處小章魚的稱呼。龍兒飯是當地一絕，打開鍋蓋，鮮味排山倒海般的迸發而出。除了美食，這裡的紅樹林一樣的名聲斐然。連江擁有中國面積最大2萬多公頃的紅樹林，也是趕海人心中最棒的海洋牧場。花花嗰呢度係泥蟲啊！泥丁又叫泥蟲，顏值不高，矮胖肥壯。蟲少啊，一倒眼都有一條尖。啊咁樣。萬物皆有用處，個頭大的會立即請上桌，比為止還短的小泥丁就會請入新家，過上人工養殖的日子。謝榮修5年前在深圳邊防當兵，退伍後開始嘗試米蟲養殖。細哥，又有新苗啊？係啊，今日啲苗靚冇？可以嗎？2公分左右啦，一般呢我哋都係養到2年。一開始呢，我哋係喺廣西呢度養嘅，老家呢度就有呢啲塘，還有紅樹林。家鄉洪寨村旁就有數千畝的紅樹林，條件非常便利。泥蟲係我哋兩廣最受歡迎嘅美食，大家都中意食大嘅，但我覺得細個都可以養大。深夜，泥蟲出動了，灘塗就是它們的餐桌，利用細小觸紙伸展在泥面，攝食微生物。不起眼的泥巴是最好的育肥食物。林家宏有8、9年的養蟲經驗，是謝榮修的合夥人。我呢度大概係70畝地，依家咧市場上我哋所供嘅成品蟲咧都係呢邊出嘅。挖泥蟲考究眼光，要在泥中把它們完整的挖出來，不能有任何的損傷。
嗰啲咪就泥蟲窿咯。一般幾深啊？大概20公分左右就有噶啦。大條。我哋啱畫嗰2條，佢個規格咧大概係80條1斤噶，屬於特級蟲噶啦。养泥虫赚钱并不是谢荣修与林家宏的终极目标，他们有个绿色的梦。打算咧，等我哋個規模壯大咗，我哋會將一部分嗰啲苗啊，會投放翻紅樹林，等佢嗰啲生態連接咧唔會斷。嗰啲細嘅、腥嘅，全部要挑出嚟。或者係凍到南寧北海啊、珠三角嗰啲地方嘅。因為佢有好多泥，又有沙，一般咧睇到8至10次。尖頭钎一划一翻，去掉內臟，淡粉色的泥蟲血絕不能浪費。小心收集過濾，用來包成粥底，再用飽含泥蟲血的粥底來煮泥丁，最後僅需一點鹽來調味兒。最鮮的味道就是一口最樸素的粥水。清蒸泥蟲也是連江人喜愛的吃法，碟中鋪滿泥丁，在蒸汽最盛的那一瞬間，迅速放入蒸籠，2分鐘不到必須出籠，只有快才有甜鮮嫩。吃泥蟲的快樂就是忘我的全情投入，嫩脆中帶點韌性，咀嚼所帶來的快感讓人忍不住吃了一條又一條，再來一條。一道香蔥爆泥丁就是米飯的絕配。本地小香蔥切段，熱鍋爆香，倒入泥丁，香氣應聲騰起，強火急炒，立即上碟。脆嫩的泥蟲夾雜着香蔥，即刻成為了孩子們搶食的對象。潮起潮落間，生命生生不息。紅樹林是謝榮修和林家宏的衣食父母，他們早已把自己融入這個天然的生態圈。今天兩人約上當地紅樹林保護站的站長林廣玄，一起去巡視紅樹林。有紅樹林地方抽會海水又乾淨，係咪？養殖嘅成功率高啲嘛？而嗰啲科學家研究話，呢個紅樹林嘅固碳嘅能力好有作用啊！嗰啲紅樹林啊，好多嘅都有種嘅肺炎嘅功能。紅樹林裡花開花落，春華秋實，豐富着連江人的餐桌。佢有花蕾㗎，裡面有一滴糖嘅，有0.02克喎。好甜啊，係嘛？好甜。成熟之後就咁啦，啲芽已經出來係嘛？我哋叫嗰種現象叫胎生。紅樹林的胎生使得種子的成活率比較高。林家宏和謝榮修這個季節來紅樹林，還因為一種紅樹植物的果實海欖雌，因為灰白色枝幹盤根錯節，如同白骨堆積，故得名白骨壤。白骨壤的果實因外形似硬幣，又被稱作欖錢。所有紅樹植物之中嘅果實，嗰隻欖錢咧係我哋利用食得最多嘅。嗰隻太細隻嗰隻咧就冇渣。欖錢因單寧物質含量高，不適宜直接食用，需要經過特殊處理。只有幾分鐘就攞佢就出嚟。而家就開始泡水，要泡1日，中途我要用3次水哈。欖錢和車螺一起煮，就是當地人招呼客人的時令大菜。車螺也叫文蛤，猛火催逼使其開口，放入欖錢、薑片、料頭，再煮2-3分鐘。新鮮滾熱的欖錢車螺包大功告成。
榄前微苦，细嚼软糯，把主角车罗的鲜甜陪衬得淋漓尽致。将日晒榄前干泡发，3-5片姜配新鲜猪骨下汤锅炖煮，半小时成就清甜润喉的榄前猪骨汤。試試啲欖前啊，冇苦啲味道都可以。佢呢就係我哋屋企啊，嗰隻紅樹林就相當於保護神嚟噶，保護好咗紅樹林，我哋屋企先會越來越好啊。面朝大海，背靠高山，山海于老广而言是一日3餐的生计，更是烟火长明的生活。係唔係好靚咧？我就好中意呢度嘅第一道陽光。我成日上嚟，我老婆就話我傻傻地嘅。呢度就係廣東第2峰，又係叫石九嶺。石九嶺海拔1888米，位于南岭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，号称广东第2峰。在第2峰的周邊生長着龐玉貴最愛的野菜。個石韭菜就係生喺呢啲懸崖邊，冇睇小佢啊，係一種肉食同源嘅野菜。石韭又叫觀音菜、神仙菜，外形像加大碼的韭菜，香氣濃烈，有點像蒜苗。經過多年馴化，現在可以在村前屋後人工種植。過咗又會再長嘅，就係提款機、搖錢樹一樣。龐玉貴住在古樹村村尾，村子山林圍繞，近年成了熱門的旅遊點。龐玉貴順勢在家裡辦起了農家樂，石韭是遊客們打卡必吃的美味之一。食韭菜呢？而家整緊，即刻就到。石韭菜炒煙燻臘肉是當地最具特色的招牌菜。黑黃的臘肉切大片下鍋，脂肪晶瑩剔透，瘦肉鮮紅誘人，混入石韭，爆出辛辣香氣，和着臘肉香、煙火氣，成就大山裡豪邁的下飯菜。石韭下鍋炒到7-8成熟，加進山野土雞蛋，入口香滑，這才是品嘗南嶺夏天的最佳方式。隻韭菜炒蛋。同其他個睇到冇咁滑，冇咁香啊。古樹村坐落在山坳裡，在南嶺國家級自然保護區內，寧靜且安逸。東西綿延1000多公里的南嶺山脈，被視為嶺南地區與華中、華東的地理分割線。這裡是龐玉貴的家，也成全了他的工作。老婆，我去巡山喎。哦，小心啲啊，早啲翻嚟。行走在大山之中，龐玉貴的身份是護林員。小心路滑喎，我哋屯戶都行呢啲山路嘅喎，周3、周4就休息。龐玉貴曾外出打工，在惠州製衣廠的流水線上討生活。山海自有歸期。2006年回到生他養他的這片大山，龐玉貴的眼眸中再次泛起了星光。喺惠州病痛比較多，後尾就翻咗老家呢屋企呢度，嗰啲病痛乜嘢都少咗啦。妻子黎艷紅曾在廣州的中醫醫館做事，喜歡研究養生。她陪着老公一起巡山，攜手共赴山海。兩人不經意地把日子過成了城裏人羨慕的樣子。紅葉結葉啊，前面跌咗棵樹落嚟喎。知道，我睇到啦。我平時得閒嗰時候就跟住阿貴哥一齊巡山嘅啦，唔使佢一個人咁悶咧。跟住巡呢啲山嘅路比較好行，先帶你上山啫。哇！呢個風景好靚啊！南嶺的森林覆蓋率
达98%以上，有550多种动物和大约3900种植物，是广东省生物资源最为丰富的自然保护区。呢座山就係真正嘅寶庫，半風河真係保護植物。廣東五精蟲，佢哋亦係五針一束，佢係一層一層咁樣生長，有種積極向上嘅力量。嗱，我哋大山裏邊啊，一年四季有唔同嘅景色。嗱，而家到冬啦，話晒邊啊，到處都幾靚下啦。